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今天要聊的，只要一出现，就代表市场会有不寻常的词，叫做限空令。可你有听过龙卷，那可是限空呢？它就像是一个紧急刹车，当市场开始失控往下冲，主管机关就会把它踩下去，让股价不要再被空方打到见底。这一期影片我们会说限空令是什么，为什么它会出现，限空令的措施有哪些呢？真正的效果是救市还是拖延？那我们先来讲讲什么是限空令。限空令就是限制融券卖出的命令，是一种临时性的市场干预措施。当市场出现剧烈的下降、恐慌蔓延的时候，主管机关就会宣布限空令，限制做空的行为，避免空方力量进一步去压低股价。白话一点就是多杀多，逻辑也很简单。当股价大跌、市场信心脆弱的时候，如果空方继续做空，那跌势就会加速，连本来做多的多方融资都会断头，来导致进一步的继续卖压。所以限空令就像是一道防跌墙，先挡住卖压，让市场冷静一下。那再来，为什么会启动限空令呢？第一，市场出现连续暴跌；第二，国际金融危机扩散；第三，特定个股遭到恶意做空。也就是说，限空令不是每天都有的，一旦出现，就是主管机关在对市场喊话：冷静哦，不要再往下继续砸了。三，限空令常见的3种措施。限空令其实并不只有一种形式而已，不同的市场会用不同的组合。常见的有以下3种。第一种，从公告当天开始，不能再借券卖出，所有的空单必须在期限内回补，而且不能加码再做空了。第二，就是限制融券的卖出数量，例如每天融券卖出的股数不得超过前一日交易量的10%、20%，甚至更低，让空方的力量降速，缓解下跌压力。第三，就是提高融券保证金的比例，平常可能只要90%，那限空的时候可能会直接拉高到100%，甚至120%、130%。这样子的做法是直接增加做空的成本，让空方进一步退场。那凯哥这边举2个限空令的案例，第一个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那个时候全球股市暴跌，台湾启动限空令，禁止融券卖出并提高保证金，那效果是短期内确实是放缓了，可是整体的趋势依然下行，因为国际面实在是太弱了。第二个案例就是最近的新冠疫情，大盘在短短几周跌了超过2000点，主管机关宣布暂停融券卖出，市场信心获得了一些支撑，配合降息还有一些政策资金的进场，指数在1个月之内获得了止跌反弹。那这2个案例其实可以发现，限空令到底有没有帮助呢？凯哥这边的认为是说，如果真的是总体经济的关系，其实只有台湾限空是没有什么功能的。那如果是因为非政策影响或者是非系统性风险的这种情况，那么是很有可能有帮助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样是主管机关的一种稳定信心的工具，用得好，当然会有一定的帮助的。在市场上，限空令同时是2极的评价。支持派认为，它可以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减少空方的火力，争取时间让投资人冷静。那反对派相对的就认为，限空令只是延后下降，没有解决基本面问题的话，反而会阻碍市场价格自然修正。事实上，限空令的效果通常都是在短期的啦，能延缓跌势，但很少能完全扭转趋势。凯哥自己的想法是说，其实赶快让它触底，然后赶快形成反弹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好。那伙伴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投资人在限空令期间的策略，凯哥这边有几个方式可以给各位参考。第一，我们可以观望为主，限空期间市场会常出现反弹，但反弹是否持续，则要看基本面。再来，我们可以利用反弹减码，如果手上有高风险部位，可以利用反弹的机会持续降低持股的部分。第三，我们可以避免盲目的追高，限空反弹有时只是技术性的回升，政策结束后很有可能会再继续跌的。第四，要关注政策的期限，限空令解除的那一天，市场通常会出现剧烈的波动，那投机客就很有可能会在那个时间出手，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哦。最后总结一下，限空令是一种特殊的市场机制，它的目的不是要让股市马上大涨，而是要争取时间，减缓恐慌。我们不能只看到短期的止跌假象，而是要去思考市场为什么会跌，以及政策撤掉后会怎么样走。一定要记住，政策只能暂时对抗市场情绪，它没有办法改变经济的基本面的。如果了解了这点，就能在限空令期间做出更冷静、更理性的投资决策。
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